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章节伴随的这个 example 啊，那这个 example 呢是在第二个啊，就是这个 build your own block， 所以很多东西呢我们大概都已经会了啊。我们的第二个这个应该已经大概会了啊，所以我们可以来稍微再很快的 go overview 一次我们现在已经所学到的内容。啊，那当然回去的时候你可以自己慢慢去看啊，这么多的内容。好，所以首先我们看到 repeat 啊，我们其实已经用过很多次了。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啊，这个是一个篮球巨星啊。Every athlete knows that you get good by practicing, by repeating the same moves until you get really good, or until you reach your goal. When I was in high school, I wouldn't leave practice until I made 10 free throws in a row. Similarly, when you get to a computer program and repeat a command, you can give it an exact number of times to repeat. Or you can define a goal and tell it to repeat the command until it reaches some goal. OK， 那讲到说repeat 的话，就是你要多练习嘛，做相同的事情做了很多次，所以第一个 block 就是 repeat 啊，这个多少次这件事情。那你也可以这个就是 repeat 啊，直到你得到你的 goal 为止哦，到某个条件成立的时候啊，那我们其实有做画那个 square 啊，那画那个 square 就是要 repeat 4次啊，所以这个画100个 pixel， 然后转90度，转90度啊，然后再画100个 pixel， 转90度，然后再画100个 pixel， 然后转90度，再画100个 pixel， 好，然后所以我们一样这样就可以完成我们的这个 square， 那当然我们也可以完成任意的这个就是 n 面的正方形，那这个也是我们就会给同学的作业了哈。好，那这是看太快了还是？那里面其实它 repeat 的都有一些作业啊，所以你也可以跟着做看看啊。比如说我们讲说按了这个之后呢，它会开始做 repeat， 外面这一层做3次，然后这里面这一层做2次。所以他会问你说，那个 hip 啊 ，hip 是这个嘛哈 ，hip 会印出几次？应该是6次嘛，3乘2啊，应该是6次。然后我们就可以往下按啊，看 answer， 然后就跟你讲是对还是错。那如果错的话，你可以再重新去做这样子。OK， 那这边讲说这个 hooray 啊，这个印出几次？因为它是在这个 repeat 3次里面，不在 repeat 2次里面，所以这就是3次啊。然后你再submit你的结果啊 ，check answer 啊，然后你就自己就去做看看这样子。OK， 那这边我就不再练习，就回在家里的时候呢，你想要练习的时候可以自己练习的。好，那这个是介绍 repeat 啊，这边其实是我们已经有同学可以做过的啊，就是三角形也可以，然后4边这个正方形，然后5边形，然后6边形、8边形、7边形，其实都可以画出。好，那我们怎么样去把它实现出来？好，那我们其实有讲就是多少 side 啊，然后再来就是那个你的要目多少个 pixel 啊，那 length 是多少？那我们作业其实是你再加上一个就是多少个这移动到多少个位置，就是说你要画在 x y 的什么位置啊都可以啊。所以大概你的作业是这样，我会把作业放在我们的网络上面，稍微这个只是简单练习，其实课堂上已经做得差不多了。好，那接下来呢，他要我们练习画5边形啊，就5边形啊，所以我们稍微看一下，分析一下。如果说你没有分析，你可能要做很久。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说，如果说我们要画的是一个这个 star 这个符号，我们当一笔画就可以画出来嘛，对不对？那到底这个电脑可不可以一笔画把它画出来呢？好，那应该是可以。所以我们看这要 repeat 几次？首先要转多少角度，这个还不知道，先不管它嘛哈。我们这要 repeat 几次？1、2、3、4、5，对吧？所以呢，这个 repeat 呢，显然要5次才可以完成。OK， 好，然后目多少个 step 啊？是从这边那还 OK， 反正你是这个 star 比较大一点呢，还是 star 比较小一点呢？所以这个比较无所谓。再来这个重要，就是说我到底要转几度这件事情啊？转几度这件事情。OK， 好，所以我从这边，假设我这个 turn 这个，我一定要先
本来是面上的话，我可能要面这一边，对不对？我想要从这一点开始的话，那我从这边呢repeat 这边5次，然后第一次怎样呢？第一次从这边走到这边来，对不对？然后所以你走了100个步骤，接下来要转几度，转几度这件事情，你要把它填到这边来 ，OK？ 填到这边来，你 try and error，try and error，try and error， 最后你就会得到这个结果啊。所以第一个这个 turn 就是不管你在什么地方叫面向这个 x 的这个方向正 x 的这个方向，那所以你这个也可以没有了，反正你每次就是在正 x 的方向就可以。所以重点是这个，我们怎么样去 repeat， 这样子能够画出这个 star。好，那我们就请同学练习一下。好，我就转到我这边来。好，所以呢，我们同学呢，我们现在呢，这个Snap 的工具呢 ，default 是比较简短的 mode。什么叫简短的 mode？ 就是它指令呢比较不依照程式语言所以我们刚才我们同学待会呢可以去 new 一下我现在是一个全新的时候呢，你看没有 for， 对不对？没有 for I 等于多少这样。那 for I 等于多少？这个是后面我们要讲程式的时候呢，其实这个 for 本来这有一个 repeat 多少次这件事情，它对等的就是 for I 等于1到10。可是现在有一个第几次这件事情的时候，可是第几次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对一般程式员的来讲的话，他可能不容易理解，所以他暂时把它害起来。所以你如果说想要，因为我看大家都是有程式语言基础的，所以你就干脆就是来这边然后选择 import tools。好 ，import tools 之后呢，但是每一个 project 都要做一次不然它还是就是不一定会有所以我们这边抓下来的时候呢，就会有 for I 这边就会有这个是新加的，有没有？就是说 if 什么条件 then 什么，这个应该也是新加的。以前是没有的，然后 for each 就这扎进来，这时候才有 for I 等于1到多少这样的一个东西出来。这边有一个 exception 的处理这个 catch 啦 throw 啦，这个是物件导向里面一些最好的功能就是说如果说程式有出现异常的时候，那么就透过这个 catch 这个方式去执行。那这是物件导向程式语言，像 Java 有这个很好的机构让你去处理这个。万一程式写得不好那怎么办呢？就透过这边来做修复所以这个是 advanced 功能的时候呢，你可以做这个那其实如果说你要 for 的话，就需要这个。所以我们刚才讲说，你的那个 block 呢里面有没有 for 这件事情你就需要用刚才那个方式来做。好，没关系。那这个是补充的，我们就接下来接下来的话呢，这里面有一个叫 random block 所以所有的程式语言呢都有一些提供一些基本的 API， 比如 C 里面有一个 math 的 API， 然后那个 Java 也有一个 math 的 API， 其中一个就是一个 random number 那 random number 呢，它把它做的比较好玩一点，就是你可以选择 random number 从多少到多少。OK， 比如说一副牌的话，大概就1到54嘛，对吧？如果说你是那个骰子的话，就1到6所以它让你去选一个 random number 那这个 random number 呢，你看这个圆圆的，代表它会回传什么？椭圆回传的是什么？数字吧，对不对？你看这个是你要输入数字，这个是你要输入数字。那输入完数字，如果是符合它的规格的时候，那么这个 reporter 呢也是会回传一个数字，对吧？所以你注意看。这个形状是有意义的，不管是 input 或者是 output， 这个整个就是你的 input， 对不对 ？input I对 input 10一定要是数字如果说是变数进来的话，也是里面要代表数字。然后整个这个什么 reporter 回传也是一个数字，所以它是用椭圆的。所以你看到椭圆，你就知道说这个 function 执行完之后呢，它会变成是一个数字，然后回传回来。那你很明显的，这个会不会回传值？不会，对不对？这是 command 的形状，所以我们说就分为3类 ：command
predicate 跟 reporter， 对不对？所以这个是 reporter， 所以会回传一个数字，然后这个是资料输入一个数字，所以这边你越看就知道它越有意义了。这只是一个 command， 所以不会回传任何字 ，OK， 不会回传任何字。好，你这个移动几步这边就是 random 就是说，我可能酒醉了我要前进几步这件事情呢，是我用 random number 来决定的话，我们就可以 move 然后 random step 那就把这个 random 这边drag and drop 到这边就好了我要转几度也可以 random 这样子好，那这边是有音乐你可以 play note 然后1到10，然后多久，你可以玩看看这个是还蛮好玩的。它就利用这个那个 snap 呢，把一些音乐，然后这个电影这个影像，还有游戏把它串接在一起所以你很快就可以做，甚至 Internet 也都有的。然后这设笔的大小你可以 random 来设笔的大小那更有趣了。那 random 的出现 x 的值在什么地方你的这个初始值呢没有写，都是在00的位置开始。那你一开始不想要在00，你也可以设一个值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有一个 random 的 library 呢，可以让你去使用random block 可以让你使用。好，那这一边的话randomly move character 所以把一个 character 呢，把它这个例子跟这个不太对等这个 pick random number 就是你就可以这个找出个乱数介于多少到多少之间，然后你把它搭进来之后，它就跳几步，这个应该是一样。好，那 repeat random 次数一样可以把这个东西把它抓进来，这样，那这个就是 loop forever 就不需要加任何字。我很快把它带过去。好，这边就是我们说 hello 这样然后呢，任意次数就是 random 的次数最多5次，最少1次。然后 say hi you 然后就各停1秒钟，然后就 say hi you 这样好，那这个是下面什么样的答案才对答案应该是怎样？应该第一个是将会说1次。这个不一定可能会说5次然后 the sprite will say hi then you 1次，也不对对不对这个比这个更好一点，因为它会先说这个然后再说这个所以比它更正确，但不是1次。The sprite will say hi a random number and you a different random number 不是，因为 random number 是次数是一样的。The sprite will say hi and you the same number the random number of time， 所以大概是答案是这个。然后你把它submit去看它对不对。好，那其他的同学就可以自己做这样那这边是 pick a random number 加上多少个 random number 那它是说哪一个可行，哪一个不可行？当然最低值、最高值就知道了。好，这边的话是另外一个function叫 ladder， 然后你的是要求这一个字串里面。任意4到6，所以4到6，它从1开始，1、2、3、4、5、6，所以 ERC 任意的一个ERC， 那 ERC 里面只有这个 C 存在而已，那所以答案就是这个。好，那所以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到底是在哪里那绿色的你就知道就在这个 operator 里面。operator 里面呢，有哪些呢？就是算术运算嘛，对不对？然后这个 mode 这个 round 这都是算术运算。然后你可以对它取根号那这个其实不只是取根号，你拉进来之后你往下拉就一大堆方选，取绝对值取这个根号取 sin cosine 所以这个指数基本上什么都有所以呢，这个是对这个做方选把这个参数丢到这个方选里面。这个 pick random number 就在这个地方从1接到10 ，run 一下4再1打一下1，所以呢，你就是在这个 random number 这边来驱动这个下面这个就是布林值a 大于 b 小于 b 如果说你是要小于等于怎么办？接在一起要用什么接？and OK 好，那我们就把 and 抓进来。然后呢，就把这个小于 a
and 等于，这样对吗？ and 小于等于的话是这样子吗？这样一定会都是 always false， 所以应该是 or， 对不对？好，所以 or 你就小于等于要变这样子哦，这个跟这个，你会说老师这个不方便，没有错，因为这个就是要给这个就是还没有学过电脑里面的人所学的这个东西所以他只好用这样的方式来做。那当然也可以小于等于然后大于等于然后不等于它都可以。但是因为这所有东西都可以用这3个来组成所以它就是用这个然后你再去组 and or not 就好了。好，然后 true 跟 false 这边就是看到的 join 就是把2个字串结合在一起或者你可以拉进来，然后这个按一下就知道 hello world， 对不对？你要再加一个就再加一个就好了然后这个就是这样好了或者是某一个人这样，然后再 run 一下，所以就是 hello world 这样这个要再加一个空格hello world 这样就可以所以这个有点这个点点这就是一个空格你要再加可以再加所以join就是把它转成一个字串很多 word 转成字串，你当然也可以 split hello world 然后变成什么东西这很多功能。然后这个 word 里面的第一个 letter 当然就是 W length of word 就是5所以一大堆功能Unicode A 其实我也背不起来然后这个 Unicode 65应该是 A 吧那你就反正这就是电脑里面用的东西的，因为你弄得更多，所以它就有更多的东西。它可以把一个 list 变成 sentence， 可以把 sentence 变成一个 list 给它一个名称所以它就有很多各种的转换如果说你有记住这要 import tools 才会有的import tools 才会有的好，那再来看一下变数。变数的话，我们可以自己造变数make a variable 给它一个名称比如说是那个长度我们刚才画的长度跟 dimension 这个长度跟 dimension 所以那这个是什么 type 它现在不需要什么 type， 因为变数你要说它是什么 type， 它就是可以是什么 type你要设变数的值，你可以去抓这个过来然后这下子变数有时候往下拉就有变数，我把它设为0或者把它设为其他值，这个是 any type 对吧？所以这个就是可以任意一个 type， 它也可以把它转成一个 list 这也可以换句话说，它的变数呢不像 C 跟 Java， 这个变数可以指到任何东西，可以指到那个数字，可以指到字串，也可以指到一个 list 所以基本上这个3个大类是我们这个在我们的这个 Snap 语言里面呢所支援的那你只要知道最好的，就不用再去分更细的东西。好，那这可以把变数害起来这个可能用不到这个 list 还蛮多用，接下来我们就会用到。我们先不讲，因为接下来就要讲 list 这是说 list 的功能把list 的第一个功能抓出来这些都是属于 list 里面的功能。OK， 然后 map、keep 跟 combine 也是 list 里面的功能对这个 list 里面的每一个 item 抓出来，然后做什么事情这个也是很好用的在物件导向里面，这个是 for each 也很好用。这其实就是一个 for 回圈可是针对 list 针对 list。好，那所以这边看，然后申请的是什么呢？申请的话就是在写游戏的时候你会用到的比如说你会一个物件有没有碰触到另外一个物件所以这边就是 touching 这个东西好，这个部分可能我们以后再来弄。我们目前用申请的机会比较小我们就以后再来弄这样。好，然后 control 有讲过这上面这个有头的这个东西就是程式执行的开始这个是呢按了这个旗帜会执行的。这个呢，这个如果扎过来的话呢，是按了你的空白键它会执行的。那你可以更多的，你看有这么多那你看你就可以说我按了 up， 然后要让它移动这怎么做？你看你可以做游戏对不对？我当收到 up 的时候，我这个要怎么动然后收到
那个什么荡的时候要怎么做？其实这个就可以用这个来控制你的滑鼠。这个是就把 x 的 y 的位置增加多少，减少多少，你这个就可以做一些电动玩具的东西出来。所以最上面这个就是起始的时候broadcast 比较那个 broadcast 是说，我有个讯号，我要送给其他的在 run 的 script， 然后收到之后它可以做一些事情这个是比较进阶的，我们就暂时就不用看它了然后我们讲到 event else repeat 然后还有 for 这些。好，那再来就是 motion 这边我们大概玩的比较多，就是针对这边有一个这个几何坐标圆心在这里不是这个坐标的中心在这里，00在这里然后往上这个 y 增加，这个往右这边呢是 x 增加。好，然后有方向你要画的方向，还有你现在那个滑鼠的位置呢，都可以知道这样子。我们早上也有练习这些 example。look 呢 ，look 就是你要换这个什么精灵就是这个精灵里面它有这个所谓的，就是一个精灵可以穿外衣穿外衣，那外衣是在什么？外衣在这个这个里面可以做的。那你可以import 这个不同的外衣进来按什么？按应该是 create 这个吗？应该按右键，按右键不行，所以这边讲 import picture from another web page or from file your computer by 你就任人 drag and drop 一个图像进来，它就可以 import 进来。所以你可能用比如说设计系的可能就设计出一些很好玩的动画，然后一个一个放这边然后你这边run 起来就感觉它在动画一样。那这都是跟人你可以印出什么讯息你更换那个你的外衣啦然后这边是你现在穿第几件外衣，然后你可以印出来一些字串，然后你可以反正就是像人一样就 random 做一些事情。这个是外观的东西，那你不想要让它出现在这边你可以按 hide 这个东西。好 ，anyway， 这是跟你的这个外观有关。然后声音刚才讲，你就直接 drag and drop 过来，或者是直接把 play 那个什么声音这个过来，像这个 play note 多少，然后 for 多少的时间。所以呢，这也可以做电子琴因为它声音已经做好了。那你也可以改变 tempo 所以你可以做一个计时，算什么？这个在弹吉他的时候那个计时器嘛。你就可以也是可以做。那笔触也是，刚才讲说你要清楚画面，把笔换笔颜色、换笔的粗度都是在这个地方。这个是那9个 block 他在这边呢再跟你解释一下。好，那接下来就这个就是使用而已就是他这边讲说，你看这个 command 呢是一大堆这个什么 block， 就是说你这个是一个字串，对不对？然后你就输入一个input 的参数，一大堆字串一个参数，一大堆字串再参数。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要做的，就是你就是画出我们的那个正的 n 边形，然后就是正的 n 边形然后长度是多少然后呢它的是在哪一个 x 跟 y 的位置这样子。好，那你回去呢可以试看看，就是其实只是再加一点点小小的东西。让它可以起始在不同的位置那这个就是我们希望你做的一个作业，回去练习一下。我再赶快把它 go through。这个其实在美国是自己他们自己要那个2个学生然后互相对做我们时间比较少，所以我就来解释。好，这样的话我们把早上的东西就结束了。那现在不好意思，其实还没结束。接下来是要讲的是 condition 跟 reporter， 这个 level。好，那这边早上我们有讲是没讲这个 if else 有讲还是没讲？好，先看一下People make decisions every day. For example, before you go outside, you kind of have an if statement that says, if it's raining, then I need to get my jacket. And computers are amazing once you decide those kinds of statements that they can reliably
execute those things at unbelievable speed. And so a computer program really is a little bit of math and some if statements where the decision gets made. An if-else statement is a decision between two things. So say, for example, if it's a weekday, it's time to go to school. Otherwise, you can stay home and have fun. 所以我们在现实社会中常常也用到 if then else 但是我们同学应该是很清楚的所以这边的可能自己看也可以这边讲说，如果说我这个 option 是可以这个要存钱要 deposit 钱，那你就进到这个有提款机如果这个人他按勾选了这个 deposit， 那就开始去做 deposit 的这个步骤，所以这是一个 command， 对不对？这个 command 就是一个 procedure。然后再来就是这边，如果说你是那个 withdraw 的话，那 withdraw 你就要提款，提款的话就进入提款的这样的一个流程。如果你只是要看你的这个还剩多少钱，它就会直接印出你的流程的钱所以这其实 if then else 应用在银行业里面。那 if else 里面就会有 return true 跟 false 所以就是有我们刚才看到的在这个operator 里面呢有一些六角形的就是都是 return true 跟 false。那六角形呢，我们也可以 make a block， 然后里面如果说是 predicate 的话它也会长得像这个样子所以我们早上讲的 predicate 其实就是 return true 跟 false 的东西。好，那我就不练习，你自己回去呢去看一下那个内容这样。好，所以这边也是一个 if then else， 就是看你的现在的高不高兴如果你的现在是高兴的，你就想 I am glad 然后如果说是你现在是 sad， 你就 I'm sorry 如果说你是饥饿的就是我要吃东西所以等于是这是好玩的给小朋友的。那你也可以有 if then else 如果说这个是奇数的话是偶数的话，就说印出 x 是偶数。如果这个是不是 true 的时候呢，就印出它是奇数这样。好，这个就跳过去。好，那这一边就是你看这个一定是 return 什么 ？return 一个数值嘛，对不对？所以绝对值 of 一个数字还是一个数字那 square root of 这个也是一个数字当然就是这个 square root 里面呢不能够是负值而已你可以看出来这边其实就是有一些example， 你可以自己稍微 trace 一下可能没有太大的意义，稍微自己 trace 一下就好了。好，那这边是要你去实现一个交通号志如果红灯的时候就走，红灯就停，绿灯就走，黄灯的时候就快步或者是停这样。这个我们就不去花时间做。那这个还是一些这个早上讲的这个 predicate 的 block 好，那这个是一个 procedure 这是 procedure 那这个也是个 procedure。那这里面不一样的地方是呢，这个 procedure 呢可以让我们造 global 的变数所谓的 script variable 就是 global 的变数那有了 global 变数呢，你可以设定它的值它分为两栋。这在程式语言里面就是宣告一个 variable， 然后把这个 variable 设为什么值 ？OK， 那这个我们早上其实也有用到，你需要一些 global 的 variable 里面呢，然后告诉他我现在要印出多大的这个正方形。好，那这边就是给我们一个例子，按了这个棋子之后会开始执行我们就造一个 global variable 叫 site 然后我们就清除画面，然后把笔放下来。然后呢，这边就把这个 site 的变数呢，就任意选3到10，然后呢repeat site 的个数，那这样可以做什么？360除以 site， 所以就是画出这个从3边形到10边形，对不对？它都可以把它画出来所以任意的3边形跟10边形它都可以把它画出来。好，这个你可以回家的时候呢，也可以自己试看看，我们都已经有 try 过，就不再详细去讲。好，这边我们如果说要跟 user 互动这边有一个 ask 就是 ask。你这边首先呢，你有2个变数一个是名字，一个是食物，对不对？好，那你呢就是说 ask 这个
What is your name 啊？然后等待，等待的话就是它会输入按 Enter。那这个 Enter 的值呢，会放到一个叫 Answer 的这个变数啊。Answer 不是你设定的，是系统自己就有一个 Answer 的 script 的这个变数在这边啊。这个 script variable 就有一个 Answer， 这是你设的，这个是系统的。所以你就把你回传的这个值呢，放到你的 name 的变数里面啊。所以等于是你问名称，然后得到放到 name 里面，然后你又问一件事情，你喜欢的食物是什么？然后他输入这个，比如说是这个苹果，他就把这个苹果呢储存到食物里面，然后再把它印出来。这个我想可以让同学练习一下啊。这就是我们在程式里面呢，可以从键盘输入然后得到一些结果暂存起来加以处理。那我们印出去就终端机印出去呢，我们是用 say 或者是讲 print 的。这个 say 就是一般语言里面的 print 这个东西。这边讲说怎么产生这两个变数，就这边按一下，这边再按一下就可以再写入变数这样。OK， 所以练习一下把 script variable 把它抓进来。我们稍微介绍一下 script variable 在哪里。script variable 应该是在 variable 里面嘛。script variable， 没有这里，所以你就把 script variable 把它拉进来，先跑到 script 里面然后可能就新增一个吧 ，name， 然后把这 script variable 拉进来。你在按这个的时候呢，又可以出现那你可以去改变它的名字点选就可以改变你刚才讲是 name 对不对？就打一个 name 这样，OK。所以呢，这个 script variable 呢，你可以就要加多少就加多少所以你就可以把整个串起来就因为你这个变数我们刚才是在外面你现在就可以串起来所以你就可以稍微练习一下这个然后把它印出来。好，我们这个是简单的东西练习一下就好。那我想我们就先暂停一下好了。好。